1978年冬天，芝加哥特别的冷，圣诞节即将来临，一位15岁的男孩却离奇的失踪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意外擒获了美国重量级的连环杀手小丑波哥。这是一栋价格不菲、洋溢着欢声笑语的社区豪宅，主人是慈善家和成功商人，他常在花园里举办 party， 来客都是本地 VIP， 包括市长和警长，他们吃吃喝喝，开心享受，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脚下不到2米的地方有多具人体正在腐烂，这是吞食了33条年轻生命的魔窟。没错，凶手正是著名恐怖电影 It 里那个恐怖小丑的原型 John Wayne Gacy， 可想而知他的罪过和给人留下的印象。 Gacy 经常免费扮演小丑，逗孩子们开心。他用正常结婚生孩子来掩藏自己喜欢男人，尤其是青少年。他扮成小孩子和青少年 party 都喜欢的小丑，让人不防备他，频频得手。想想这个画面，可爱的小丑在慈善派对上免费给孩子们折气球、变魔术，人见人爱。可夜幕降临，他用小丑魔术诓骗小男孩们回到这栋吃喝玩乐齐全的豪宅，给他们演示用手铐或绳索变魔术。受害者毫无防备，突然被他戴上手铐，豪宅的大门已经被反锁，脚底的人间地狱随即开启。Gacy 也深谙社会心理学，在当时的芝加哥社区，一个愿意免费扮演小丑，经常去逗病残儿童开心的商人，会被所有人视为圣人和模范市民。由于他伪装得太完美，所以在多名年轻男子失踪后，警方完全没怀疑到他，邻居也想都没想过，这个热心的小丑，成功人士，连美国总统卡特的夫人都接见的慈善家，竟然会是连环杀手。他白天通过逗笑孩子来完成自我救赎，晚上沉浸在杀戮的快感中。这种极致的双重人格，让他比普通的连环杀手更让人毛骨悚然。东窗事发后，那些孩子的父母想想都后怕，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1978年12月11号，芝加哥一位母亲发现儿子15岁的男孩罗伯特·皮斯特失踪了，赶紧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这位15岁少年是去一家建筑承包公司找工作了，可是一去不回。该公司的老板正是 Gacy。警方来到这栋让人羡慕的豪宅，第一轮搜查没找到最关键的东西，但他们嗅到了不协调的气息。屋里的装潢极尽奢华，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洗不掉的死耗子味儿。于是再度清查，查出一堆手铐、脚镣、数把警用徽章、手枪、注射器以及大量违禁品。 Gacy 又狡辩说，这都是魔术道具，开 party 用的，大部分是客人落在他家里的。警探再查，在 Gacy 的房间里搜出了多张他人的驾驶证和身份证，还有一枚刻着他人名字缩写的高中毕业纪念戒指。警方于是顺藤摸瓜，震惊地发现，这些证件和戒指的主人全是离奇失踪的年轻男性，都失踪好几年了。1978年圣诞节前一周，芝加哥警方又来到 Gacy 家，这回带了3条警犬，专门搜尸的。因为正值寒冬，豪宅里的供暖系统正开足马力运转，暖气的高温下，警犬一进屋就极度亢奋，低着头死死贴着地面疯狂嗅探。最后警犬在走廊、厨房和卧室地板中间停下，狂躁地刨地并狂吠。警犬锁定的正是 Gacy 豪宅特有的地下爬行空间，一种用来铺设管道、高度极低，只能爬行的地下室。警方撬开厨房附近的检修口地板时，一股能将人掀翻的腐臭扑面而来。就靠这3条警犬的精确定位，警方拿到
到了彻底开挖的搜查令。还有3天就圣诞夜了，终于在这栋豪宅的地下爬行空间里挖出了26具男孩的遗骸，简直是个乱葬岗。但这地狱夹层已经彻底被尸体堆满。Gacy 把另外3具尸体埋在了后院里，而最后谋害的4个人残忍地抛进了河里，包括那位让小丑彻底翻车的最后一名受害者15岁男孩罗伯特。33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这个恶魔彻底毁掉。Gacy 还是个极度自负的人，在警方对他实施24小时全天候贴身监控的初期，他不仅不夹着尾巴做人，反而主动挑衅警方，邀请监视他的便衣警察进屋喝咖啡，去酒吧喝酒，试图通过展现自己的社会名流魅力让警察放松警惕。这种心理战反而彻底暴露了他的心虚。14年后，1994年5月10号 Gacy 被执行注射死刑，注射高浓度的氯化钾，但因为化学剂结晶堵塞了输液管，本该短短几分钟的毒发时间延长到了20分钟。他死前最著名的狂妄遗言是 Kiss my ass。 断头饭他点了炸鸡、炸虾和草莓，最可气的是他到死都不认罪。Never met them. None of them never worked for me. None of them, they never went to any places that I ever hung around. 美国加州威尔西维尔，这是个乡村地带，就在内华达山脉的山路，海拔880米。这片高山密林里有一栋与世隔绝的木屋，木屋旁还有一座地堡。1985年6月，警察来到这儿搜索，挖出了至少11至25名被害者的遗骸和骨灰，其中包括婴儿。这就是极其惊悚的加州地堡连环杀人案，犯案者是查尔斯·吴和雷纳德·莱克。查尔斯·吴是华裔，中文名字叫吴志达，1960年生于香港，持英国护照后移居美国。他这个 NG 就是粤语吴的发音。 Charles 案发经过有点像那句古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当然这是讽刺哈。在1985年6月2日，这2个凶手在150英里之外的旧金山一家商店里偷了一把台钱，结果被店员发现并报案，莱克被当场逮捕。可是吴志达呢，成功逃脱了。在被警方拘押的第4天，莱克吞服了藏在衬衫领口内的氰化钠胶囊，很快就毒发身亡。这也让警方意识到他是畏罪自我了断，于是要挖出背后的罪案，这才顺藤摸瓜查到了莱克位于深山的偏远木屋。这个单层木屋藏在茂密陡峭的林区，外表伪装得很好，木屋外挂着日常的用具，像是人畜无害的隐士住的，但是木屋的内部充斥着恐怖。主卧墙上密密麻麻贴着21张受害女性的裸照，整齐排列着18本拍摄女性受虐过程的相册影集。木屋的厨房和工具房内散落着大量沾满血迹的工具，一把电动大锯上还明显沾有人体组织和血。警方用警犬和金属探测器在后院搜查，挖出了多个深埋地下的5加仑塑料桶，里面塞满了受害者的钱包、身份证、结婚戒指和凶手莱克长达250页的犯罪日记，甚至还有记录了他们被虐待、被强奸的录像带。在木屋通往后面鸡窝的方向，有一条长达30米的排污壕沟，凶手将2名受害者折磨死后，在后院的火坑里生火高温焚烧，然后用大锤和电锯将残留的骨骼粉碎，混入大量生活垃圾，一起埋进了这条沟里。随后几周连续的挖掘中，警方在木屋和地堡四周，包括鸡窝附近，挖出了约40斤被焚烧砸碎的人类骨骼残片和牙齿。经法医鉴定后确认，这些遗骸至少对应11到25名被害者，其中2名只是几个月大的男婴。
在木屋旁，警方发现了一座混凝土地堡。地堡乍一看像是个防空洞，但进去一看就明白了，是专门用来非法囚禁女性的地牢。很明显，地堡就是牢房的结构。第一，有暗门。进入地堡前半段的工具房，迎面是一个摆满杂物的大书架，这其实是一道暗门，合拢时严丝合缝。当推开架子，旋开隐藏的机关后，才会露出通往后面密室的双重防弹铁门。第二，单向透视的暗格。莱克在书架中间的墙上抠了一个隐蔽的树洞，里面装了一面单向的透视玻璃，就跟警察局里的审讯室一样。两名凶手可以一边坐在暗格外喝酒，一边冷酷地欣赏受害者的绝望，并逼迫他们录下录影带。第三，加固囚室。这是一间长2米、宽1米的无窗密室，配有钢筋混凝土加固的墙体、一张铁床和一个马桶。床头还配有很粗的铁链，门内侧的拉手和边缘上留下了大量抓挠的痕迹，可见那些受害者生前在此曾经极度的挣扎和绝望。第四，奴隶守则。囚室墙上还张贴着打印出来的行为准则，强迫那些被剥光的女性受害者绝对服从，否则就会遭到残酷的折磨和非人虐待。这2名凶手吴志达和雷纳德落网，也是因为吴志达手贱，顺手牵羊的毛病改不了。这个猪队友偷商店的钳子让同伙落网，他自己倒是一路逃到了加拿大，逍遥法外1个多月，1985年7月才在加拿大落网，而且经过长达数年的引渡拉锯战后，1991年才被引渡回美国，并于1999年被判处死刑。但现在人家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养得又白又胖。吴志达不仅是华裔，还是个富二代，他爸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儿子从小不学好，被老爸家暴，用绳子捆起来，大木棒毒打，可越打他越坏。等儿子进监狱被判了死刑，这位爸爸的超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花钱请专家指教，找各种法律的漏洞上诉，所以明明是死刑犯还一直不用死。有钱还真能让鬼推磨。再加上加州的州长也发话了，死刑过于残忍，我们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死。这话一出，吴志达的死刑也就遥遥无期了。吴志达把罪行责任统统推到同伙莱克身上，反正也死无对证，他就说是莱克招募培训了他，而他把莱克当成了一直渴望的那种父兄，杀人也全为了让莱克高兴，称自己只是替罪羊。然而陪审团根据地堡中搜出的录像带、日记和残骸，认定其罪责难逃。1999年2月11号，吴志达被裁定11项谋杀罪成立，判处注射死刑，但由于加州自2006年起暂停执行死刑，现年66岁的吴志达一直被关在圣昆汀州立监狱的死牢里，在纳税人的供养下生活得很好。这个恶魔极可能善终。吴还一直吹嘘自己是忍者战士的转世，连他的辩护律师都认为吴志达就是个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总之就是从小到大不学好，上英国留学，上美国留学，越学越坏，最后十恶不赦。但愿那些枉死在他手里的被害者都能安息吧。生活有时候就是不公平的，要坚信好人有好报，好人会一生平安，恶人内心也得不到安宁的。苟且活着真的是很没种，还不如那个食人魔 Jeffrey Dahmer， 他就说我天生如此，怎么办呢？我很想说我的这些欲望得到了压制，但是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你只能弄死我算了。我看过他那个审判，他读了很长的信，非常诚心诚意的忏悔。这个姓吴的简直禽兽不如啊。 It's taking care of you. That's true. That's why we live off the grid. What are you gonna do, kill us? Well, that's sort of up to you, Brenda. It's okay, Leonard. No one live here for Maya. I plan on building, so completely remove. Very cold-hearted, so to speak. 从地狱回到人间，
很知足。